难得子父与姐姐同来，还眉开眼笑，难道是有好事要告诉朕？臣妾想向陛下求一喜事，望陛下成全。哦，是何喜事？惊动皇后和姐姐亲自来求，看来朕是非应允不可了。臣妾与公主特来求陛下赐婚。公主与卫青两情相悦，如今孤寡，理应共结连理，互托终生，还望陛下成全。不可。陛下，公主与卫青家世相匹，又情投意合，各无牵绊，陛下何以反对？还请陛下明示。事发突然，朕要深思熟虑，从长计议。陛下，究竟有何顾忌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已经历太多，深感人生无常。我已经无心力再空等岁月。我与他早在多年之前已经互生情愫，只是造化弄人，波折不断，所以我们只能屡减姻缘，屡断肝肠。既然你们情深切切，何不自结良缘，反要来求朕赐婚？正因为情切，所以情切。公主义无反顾，可是卫青始终不敢踏出这一步。陛下既然知道他们两情相悦，为何不愿成人之美？卫青情切，该是有他的顾虑，亦如朕也有自己的顾虑。卫青为人谦恭信义，有勇有谋，为我大汉出生入死，屡战屡胜，是朕最重视的忠臣良将。与姐姐确实相配，可是他建下多少功勋，就树下多少敌人，也就埋下多少隐患。魏大将军之名响遍九州，外敌内奸早就视他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多少人处心积虑想报复他，多少人咬牙切齿要置他于死地。卫青为将为臣，这是他不得不冒的险。但朕怎忍心姐姐跟着他，随时随地都会有生命之忧呢？陛下，臣妾入宫以来，几次徘徊在生死边缘，陛下可还记得当时的心情？悲痛欲绝，愿意一切换你生机。若陛下早知臣妾有此劫难，是否会因为不想臣妾丧命眼前，便舍我而去？陛下护姐之情，子夫感同身受。可陛下亦是至情至性之人，姐弟连心，相信陛下定能感受公主与卫青情力波折，爱之艰深，不在你我之下。你我之情都不因生死而衰绝，深信他们俩亦然。若陛下不予成全，我与他终无死别，亦是胜利，同样痛苦。不管前方有何危险波折，不管前路可走多长，我只想抛开藩篱，与他携手，共度余生。求陛下成全。臣妾请陛下以情念情，成全他们吧。因马牵情，也要因马而断情吗？姐姐，你知道了？公主已经向皇上求赐婚了。什么？公主的？皇上也已恩准。姐姐此次出宫来此，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。公主对你情深一片，不要再辜负公主了。
我就是怕负他才。你每次出征归来，不是诉说边塞趣事，就是描绘大漠奇景。至于刀光剑影间的生死相搏，却鲜有提及。征战连连，伤病累累。姐姐不问，是不想增添你心中的包袱，姐姐也只能暗暗祝祷，祈求战事早点结束。我知道，你的奋不顾身，既是保卫江山，亦是完成大哥建功立名的未尽心愿，更是以功勋权位保我后位。只是你可知道，我对弟弟也有期盼。姐姐盼你为汉、为民、为兄、为我之余，更能为自己而活。盼你博得安稳江山，也获得美满姻缘，偿未尽之愿。可是我现在过得很好啊，并无他求。姐姐不相信弟弟心里没有公主，难道你不愿意娶她？弟弟凡事都以他人为先，此次若你以姐姐为先，请你为姐姐而去，别让姐姐抱憾终生。若你以家儿为先，你应该知道他盼你再续前缘；若你以公主为先，则更应该义无反顾，不要让她再受生离之苦。但姐姐最希望的是你以自己为先，别再违背心中之情。可我还有喜娘，我还有3个孩子，我也要顾及他们。只要弟弟有心续弦，什么顾虑都能消除。喜娘，我已将皇上赐婚一事告知了喜娘。什么？喜娘应是喜极而泣。公主已经答应喜娘，待她如母亲一般，待嘉儿尽女儿之孝。公主答应对3子视如己出。我还答应她保留大将军府的一切，包括特为沈家而制的这一家阁。我以后会亲自来烧书丞相。谢谢你。曾经是你许我种种承诺，如今我应该以承诺回报给你。以后无论是福是祸，我都要与你相携相伴，生死契阔，与子成说。喜娘，我本以为嘉儿走了，我就再无爱女，谁想如今，老天竟能让这个家重新完整。你的手法确实娴熟，经你的妙手按压后，朕觉得这肩痛舒缓不少。小人不才，谢陛下夸奖。我义父的手法当然好，臣妾的按压之术也全是义父所教。启禀陛下，议长者求见。哦，传。诺。陛下万安，向李夫人问安。你一来，朕就知道又有口福了。皇后说，陛下近日常常周身酸痛，特命一寒做了这冰湖玉露，呈与陛下品尝，愿能以食疗身。冰湖玉露是橘子粒、荸荠以及雪梨，混入蔗汁，填入局中，在冰室冰过，能开胃解热，还有甘的清香，甘甜可口。好，皇后真是有心。大家最近都为朕的病途费心呢。这袁叔是李夫人的义父，
入宫来帮朕按压，也真有奇效。才按了一会儿，朕的肩痛已经好了不少。议长者也很有心思，所准备的食疗确实适合陛下。你何以知道适合朕呢？小人刚才帮陛下按压之时，感觉到陛下经络不通，陛下该是肝气郁结，胆经不畅，所以近来两肋隐隐作痛，偶有抽搐。确实如此，而且应是常觉口苦，口苦因肝气外泄，两肋作痛则因肝胆同源，想必陛下近日也会烦躁易怒吧？你只是为朕按压一次，便知之甚详，看来也精于医理。一涵，那你的甜点是专为肝郁气滞而做的吧？里面的荸荠、雪梨以及蔗汁全是去肝火之物，橘子也有理气健胃、散结止痛之效。冰冻成雪泥，更能吸附橘子的香气，清凉可口，有助食欲。你与一涵皆精通医理，可其为朕断出疑难杂症。小人曾听说，议长者与刘安登坛舌战，阻刘安迷惑百姓。相对之下，小人所识只是皮毛。李夫人说你医卜星象皆精，果然。那天文也通晓？谈不上通晓，略懂推断眼前现象而已。小人常年观察得知，日旁现光环，必有三更雨。蚂蚁倾巢出，必引风雨至。上次小人就是以此预知有雨。若朕身边能够得到更多的能士辅佐，共抗天灾，大汉必会国祚绵长。但朕更愿天助我大汉万民。陛下有振民之心，天必大助啊！其实小人看来，不待陛下祭天，天已回应善心。此话何解？只因甲子日雷响，必五谷大丰。今日虽是甲子日，可是并未见有雷呀。陛下天子之身，天地万物俱在陛下手中。正如此刻，撼天雷响，震慑未央。好，袁叔，你懂医理经天文，确是其事。朕赐你宗籍，准你自由出入皇宫。一来可与义女常见，二来可为朕按压，缓朕病痛。朕还要你与义涵一起研讨天文，预测天象，齐助朕一臂之力。小人谢陛下，定会尽心为陛下效力。依易叔叔观察，袁叔在殿上一直暗中留意室外风云燕雀动静，应是心中早有计算，而且抓得先机，在撼天雷响之前发话，让皇上以为他是能够测天意的神人。或许选今日入宫也早有预算。若真如此，恐怕李夫人与他同样心机慎重，皇后一定要小心。有一次我与李夫人共奏，她的琴音纵横落逸，复跌繁错，大有弦音相逼之势，与她平时谦让之态截然不同。琴音透露心性，看来她本色也是奋力上爬，显露于众。不过她在人前一直谦恭守礼，从无犯错，本宫也不能单凭猜度而论断，只能以后多加留意。皇后说的是，看来把持后宫的分寸，皇后已拿捏得很好。毕竟我也当了皇后多年，其实这帝前献祭，争得功名利禄，都是人之常情嘛。我们也不宜揣测过甚。
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这父女二人，一个持宗籍自由出入宫闱，一个居于宫中。若要惹事，恐怕后宫首当其冲啊！我只有静观其变。他若贤，我必护；他若诈，我必惩。皇后，徐黎夫人在庭院摔伤了。皇后驾到！免礼。参见皇后。情况如何？已无大碍，但额上的伤需调理10日。幸好没有摔在石头上，否则性命堪忧啊！好，快去开方煮药吧。诺。姐姐就先在我店里休养，以便我亲自照看。谢皇后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都怪我疏忽，在庭院练武时挥动长卷绊倒了姐姐，竟让姐姐受如此重的伤，还求皇后与姐姐原谅。那长卷舞，你一直都收放自如，今日怎会？臣妾这2天只是想练一些新花式献与皇上，谁知练得太专注，没有留意人来人往，恰巧徐黎夫人经过踩在上面，可是我练得太投入，全然不知，谁料一拉长卷，就闻得姐姐摔倒的声音。真不知你是无心之失，还是有意为之。妹妹真的是无心的，还求姐姐原谅，求皇后恕罪。你跳舞时目光流转，怎会不见我走来？我刚一踩上去，你就用力拉扯长卷，将我摔倒，哪有这等巧事啊？但事实确是如此。无论如何，姐姐终究是因为臣妾而受伤。皇后若要罚，臣妾愿领受。的确该罚。徐黎夫人受伤，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心，都难辞其咎。看在你有愧疚之意，本宫也会酌情处理，就罚你去知事支部，从初1知到15。要怪就怪你自己，沉不住气，时机未成熟就惹是生非，几乎把自己的本性心计全都显露于人前。但那徐黎夫人实在可恨，总是维护皇后，替皇后压我。我也是一时气愤，才出手教训。那你想要人留下口舌，说你恃宠生骄吗？一切要以大局为重。这几日再怎么吃天香丸，也是白吃。每日都要去知事支部，不但累得头晕眼花，还要假装自责反省。就算一身体香，又如何能得皇上垂注？你怎么样？没什么，就是一想到此事，就觉得头昏心痛。想着要不停向他们低声下气，还要假装谦卑恭顺，我就难受。真希望早点高飞，到时候要拿皇后100倍偿还。放心吧，高飞的日子不远了。难道脉象流利不色止，如盘走珠，是喜脉。喜脉？我怀孕了，我很快就能生个龙翼高飞了。织布，我倒要看看现在是谁给谁织布。我现在就去告诉皇上，凭他什么责罚，全都免了。哎，慢着，知事一定要去，布也一定要织，而且要织得更操劳。皇后驾到！皇后万安。
起来吧。你急于求见，有何要事？臣妾想与皇后单独商议。有何密事不能宣知众人？臣妾今日还会用早膳就前来知事之部了。李夫人既然诚心思过，本宫倍感宽慰。时时已到，便可离开。可是臣妾在织布时左右思量，越想越觉得臣妾并无过错。你此话何意？臣妾并非有意伤害徐丽夫人，不过是徐丽夫人自己踩上我的长卷，岂是臣妾所能料？即便是意外，也因你不小心而起。如今徐黎夫人受伤，难道你就全无责任？况且你也说过，甘愿受罚。臣妾是感念徐黎夫人的不幸，才退让一步，自请责罚。但皇后掌六宫，该能明辨是非才是。明知臣妾无辜，怎能无理处罚臣妾？你要求见本宫，到底所为何事？难道就是要用此等歪理巧辩，让本宫免你处罚吗？不是歪理，而是明理之人应当想到，徐黎夫人当时不知闪躲，就应该怀疑是否别有居心，自残以嫁祸于臣妾。如今她受伤，也是各安天命，怎能将所有的怨气都……闭嘴！本宫本也宁信你是无意伤人，只叫你静心自省。但你竟寻衅挑拨，如此态度，只会令本宫更加相信你是有意伤害徐黎夫人。既然如此，本宫就更要严惩不贷。皇后想罚我，只怕日后皇后你会后悔的。本宫不知道你在弄什么玄虚，可无论如何，你休想在这宫里肆意而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准再踏出知事半步，直到诚心悔改为止。皇后，求皇后饶了臣妾吧！求皇后放过臣妾，与臣妾腹中的胎儿吧！皇后，我真的没有骗皇后啊！求皇后发发善心，让御医来看看臣妾吧。这可是龙裔呀，大汉的血脉啊！皇后，如此重罚，臣妾真的挨不住啊！皇后，别在此装模作样，起来！求皇后饶了臣妾，饶了我腹中胎儿。快传御医！诺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你醒醒啊！夫人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都免礼了。怎么会突然晕倒？李夫人无碍，是怀了龙液。这可是千真万确。夫人脉象流利不色质，如盘走珠，定是有喜。有身孕了。好啊，你以后就好好休养，需要什么就让白明告诉朕。定要小心身子，别又晕倒了。夫人身子虚弱，不宜再过操劳。还不快去为李夫人准备安胎之药，让她好好补气养身。诺。来。皇后，是臣妾有罪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皇后，求皇后饶了臣妾吧，不要让臣妾再去知事受罚了。臣妾真的受不住啊！你告诉朕，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命臣妾受罚于知事，没有皇后的命令，不能离开半步。可是，你既然已经有孕，就不用再去知事，好好调养身子，但是也要记住，注意你自己的言行，才可以立得以育儿。可是皇后不是说，即便臣妾怀有龙裔，也一定要受罚吗？
本宫何时说过这样的话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当日臣妾因误伤徐丽夫人，自认有过，甘愿受罚。可后来在知事，便觉得恶心难耐，又想到御师迟迟未来，便怕有了身孕。可本宫应你所求去了知事，你并没向本宫提起你有孕之事。臣妾说过，只是皇后不信。皇后还责怪臣妾恃宠生骄，寻借口逃避责罚，一派胡言，根本就是无中生有。皇后怎可污蔑臣妾？当时臣妾苦苦哀求皇后饶了腹中龙翳，可皇后不但不许，还加倍惩罚。臣妾为人如何，陛下最清楚。陛下认为臣妾是如此狠心之人吗？臣妾也句句真言，绝无半点虚假。若陛下不信的话，可亲自问他们，还有知事的侍女，他们全都听到了。不用问了。今早你求本宫屏退左右，所以已无人可作证。看来，你早已想好做这出戏了吧？臣妾冤枉！冤枉！在知事里，你对本宫狂妄无礼，出言不逊。可本宫方将知事门一打开，你就洒泪众人前，哭诉怀有身孕。皇后，天地良心，皇后怎可冤枉臣妾？臣妾虽然出身低微，但也懂得抱诚守贞，天地可证。求陛下信臣妾。陛下难道信他？臣妾若有半句虚言，诬害皇后，那臣妾愿意干裂肠断，花容尽毁。为了取信于皇上，已经对自己下如此毒誓，这母子连心，你就不怕伤及龙翳吗？若伤及龙翳，臣妾愿百倍受罚。公理自在人心，臣妾无惧无悔。快躺下，来。天下间，竟有你这等颠倒是非之人，本宫竟还让你入了宫，封了夫人。皇后，陛下不信臣妾。皇后认为此事适宜再论此事吗？启禀夫人，平阳公主到访。公主，李夫人有身孕，勿需多礼。谢公主。恭喜李夫人身怀龙翳。多谢公主。公主与大将军新婚燕尔，在外游玩的日子可惬意。多谢李夫人关心。本公主在进宫之前，一切都安好。夫人腹中孩子可安好啊？孩子很好，只是我偶尔会头晕做梦。不过想到孩子在腹中渐渐长大，我就满足了。公主要不要摸摸孩子？既然李夫人说身子不适，我就更不敢触碰了。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会被人诬陷有损龙胎平安。公主何出此言啊？本公主一回长安，就听到皇后谋害龙翳的传言。入了宫，此等诬陷之词，更是甚嚣尘上。公主明鉴，这恐怕不是诬陷之词，而是事实。我也没有想过，皇后忌我得宠，以致生了狠心。忌你得宠，可不是？你如今这一身以罗珠履，真可谓华美耀眼，气势非凡。你可还记得是如何得来这今日风光？当然记得。当日若不是公主提拔，将我引荐给皇上，我怎得今日盛宠？公主的知遇之恩，我没齿难忘。当日我见你美貌出众，能歌善舞，又谦厚知礼，才给你机会。既然你记得，就该安分守己，不要一朝得宠就目中无人，妄存野心。冤枉啊！我不负公主叮嘱，好好伺候皇上。只不过得宠，引来皇后妒忌逼害，求公主明察。就凭你几句话，就可以重伤皇后吗？
皇后贤德之名，非一朝一夕而得，更非你三言两语可毁。你要知道，你所面对的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皇上的亲姐姐，一个是统领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。凭你一个小小歌姬，竟敢兴风作浪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皇后不也是公主府中歌姬出身？对于公主与魏家之间的传言，我也知晓不少。如果我将公主刚才所言禀告皇上，公主手揽前庭后宫，图为谋权，公主以为皇上会如何处置呢？你尽管去告诉皇上，我有何惧？你可知道，皇上欲册立太子之时，并非问朝廷文武，而是问站在你眼前的平阳公主。我即使如你所言手揽前庭后宫，那也是皇上对我这个姐姐的信任。你不要以为身怀龙翼就可以任意妄为。以前有个王夫人，甚得君心，又诞下皇子，当日风光宠爱比你更盛。如今她的下场，你不妨可以去打听一下。本公主既然能捧你上天，也可以随时把你踩在脚下。你自己好自为之。相思路魂飞苦，命归寒烟仍孤独。蝶无花，卷飞舞，几番相思却念念虚度。冷风月，几回远，孤灯寒夜愁难眠。花无主，孤飞燕，几度缠绵，何时再相见？我的心只有你懂，苦情难走鸳鸯梦。谁的心事在作弄？情言别离，却难重逢。真是人心难测。这还没过多久，那李靖就判若两人。当时真不该带他进府，还让他御前单独献计。当日你有你的苦衷，何况今日的状况也是始料未及的。可这件事，我始终责无旁贷。与其懊悔，不如让我们齐心合力来守护姐姐。其实，贤妻能为姐姐挺身而出，为父的已经是很感动了。苗正，这树才会长直，我不能让它长歪。以后就让我们一起围着红豆杉浇水施肥，等花开之时，共赏美景。好，我就许你10年花约。那10年之后，这红豆杉开花结果，我再与你一起收获果实。种下更多的红豆杉，用此生此世，尽管山花烂漫。还有这俊逸，也要你好好照顾，让他子孙繁衍，生生不息。好，我答应你，10年之后，我与你牵着俊逸和他的孩子，漫步在这片红豆杉中。10年花月，不许悔言。绝不会言。花憔悴，苦酒都是泪。别再让最爱的人伤悲，是我情愿。我们回去吧。哎，别拿了。
卫青，卫青。什么？大将军这次遇刺，奋战而伤及心脉，这几日情况已是越来越坏了。这锁骨一定要治好，大将军。臣等已想尽所有办法，可大将军毕竟征战多年，已积下不少旧患内伤，这次新病旧患一并复发，他恐怕坚持不下去了。朕不能失去大将军，加派御医，直到治好为止。否则就不要再来见朕。诺。你说刺客全是常年周转于长安和西域之间的胡商？是，且都是士族出身，常对大汉有不满之言。只是刺客全部被杀，尚未查出是否有同党或背后主谋。继续查。最近还要留心边防，以防外敌先发制人。诺。陛下，去寝县的人向皇后报讯没有？皇后何时能到长安？信使在寝县，没见到皇后。什么？信使到寝县，镇平大队仍在给民众派发米粮，但皇后与段中尉带着小队人转去了平阳县。他们怎么突然去了平阳县？也没有派人来禀告朕。信使已经快马加鞭去禀告皇后了。你再多派人马去追皇后，务必要她速回到长安。诺。拜驾大将军府。诺。此事必有蹊跷。到寝县报讯的人明明说，皇后母坟被水冲塌，但方才发现坟墓无恙，连看坟的人也称不曾派人来报。偏偏此时弟弟遇刺，那究竟是谁？是谁要陷子父于如此绝境？一定要回去，一定要马上回去。皇后，目前根本走不了，回城的桥梁因山势坍塌而断。桥断了可走山路啊！山路狭窄，仅单程可行，马车根本无法通过。外加现在暴雨不断，走山路实在太危险了。子父曾经孤身一人，走过横尸遍野的山头，如今也不怕走着风雨交加的山道。段大哥，我一定要赶回去。卫青定在垂危之中，否则皇上不会一招再招。我一定要尽快回去见卫青，求段大哥帮帮我。卫青是我兄弟，我何尝不想马上见到他？但是，我现在更要顾及你的安危。我的安危？多少年来，卫青都是处处护我，出生入死，从未想过自己的安危。如今弟弟危在旦夕，我怎能只顾一己之安，置他于不顾？他做的一切就是保你平安，所以你更不能出事。从小，我与卫青以相伴照顾，我每次痛苦无助，每次身陷险境，他都舍身相护。而如今，他重病在我，生死未卜，他现在最需要我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岂能不在他身边？手足情深，岂是这疾风暴雨可以阻挡的？这些时日在外，我常常梦到他。昨夜我还在梦中见到，我与他回到童年，他为我抓鱼，我帮他补鞋，同甘共苦，相扶相持，一切那么美好。可如今，我知道他一定在等我，一定很想见到我。上天既然赐给了我这么个同甘共苦的弟弟，他也会让我们一起共度此关。段大哥，我明白，你见不到卫青，
比身陷风雨还痛苦，那我们就冒一次险。我护你单骑奔回去，即刻出发。你好好养病，外敌暂没有任何意图，你不用担心，朕一定会为你报仇。谢陛下。卫青，你连千军万马都尽踏于脚下，也定能渡过此劫。你有振作。臣这一生，所有功名，为帝所赐，感激陛下提拔上士，与臣机会。陛下赐予臣一如伯乐相马，实际不得伯乐，安得千里之足？这一切皆是你该得。你浴血沙场，纵横大漠，为朕立下靖边攘夷的赫赫功劳。谢陛下信任。如若陛下顾念臣曾为汉室立下战功，可否允臣一试？你有何要求，朕都必答应你。你尽管说。臣这一生尝尽人生百味，已是无欲无求。如今只有一忧，就是臣的姐姐。有朕照顾，你无需担忧。陛下，前听风云诡谲，后宫莫不如是。臣担心有朝一日，姐姐为人所害。朕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。姐姐一生心系陛下，其心日月可见。可沧海桑田，变幻无常。若能以臣的汗马功劳换陛下一诺，你说，无论今后发生任何事情，请陛下念在臣的毕生功绩，保姐姐余生安稳，一生无虞。好，朕答应你。谢陛下。你坚持住，你姐姐一定会回来见你的。苍天呐，你已经带走了我的乖女儿，难道还要带走我的贤婿吗？你要带就带我走吧，我这把老骨头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起来，大将军一生戎马，保卫家园，苍天一定会保佑英侯，让他度过这一难关的。人生在世，重要的是不枉此生，其他的不需要牵挂。我知道你会照顾3个孩子，如今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放心不下的是姐姐。我答应你，只要我在，谁也动不了子父。要伤子父，就先杀平阳。对不起，公主，为情不能践行承诺，与公主服10年华月了。幸福与否，不在岁月长短，与你携手的时光，即使是须臾，我永世难忘。我为情，从一介马奴到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，总算对得起父母。
起哥哥姐姐，在我最后的日子里，还能与公主相伴，此生足矣。如若能让我再见姐姐最后一面，我便此生无憾。你一定可以见到姐姐，一定可以。苍天在上，望能怜悯子夫卫青姐弟情深，祝子夫早日赶回，见卫青一面，让他们姐弟无憾诀别。陛下，陛下，皇后回来了。到哪里了？已经过了新丰，很快就可以入城了。赶回来就好。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姐姐回来了。卫青，姐姐回来了。你不是答应过姐姐吗？你不是答应过吗？在天下太平之时，会安享这半生征战回来的福乐。弟弟，你醒醒啊！你起身看看姐姐。姐姐回来了，你答应过姐姐，我们姐弟要闲来共聚，细说小时的种种苦乐嘛。卫青，如今你有良妻，有孝子，有我们小时做梦也不敢想的一切，你怎么舍得唯诺而去？姐姐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，你是上天给姐姐的最大恩赐。姐姐这一生最自豪的就是有你这个好弟弟。姐姐以你为荣，你安心的去吧。卫青一生戎马，7战7捷，战功足可彪炳千古。朕要将卫青厚葬于茂陵的另一边，让卫青与霍去病一左一右。
今后常伴在朕的身边。全军将士，彼自大将军府列队至茂陵，齐齐送别大将军的灵柩。臣遵旨，臣定将一切办之妥当。卫青不仅是朕的干城大将，更是朕亲如手足的家人，定要为大将军风光大葬。朕定会亲临他的小殓和大殓，让他生前身后尽享荣耀。臣替卫青谢陛下隆恩。你先下去办吧。诺。等等，陛下有何吩咐？子父、姐姐，你们要小心身子，丧事朕自会处理，你们放心休息吧。多谢弟弟关心。我与皇后相陪，开解劝慰，心神已平静了不少。陛下，臣妾想多留一日陪姐姐，请陛下恩准臣妾明日再回宫。就依皇后的意思办吧。姐姐与卫青夫妻情深，朕会于卫青的大殓之期，作福当心，以谢他巩固江山，所建功勋，以表万世。作福当心。作为臣子，卫青得陛下以手安心，用此至高仪节告别，是他莫大荣耀。谢陛下如此厚待，这是他应得的。丧礼一切事务，朕已交代段宏操持，你们可与他再做参详。臣定当竭力筹办，让卫大将军尽享哀荣。请陛下、皇后、公主放心。有段大哥悉心打理卫青葬礼，子父一定放心。这下你痛快了吧？一切都依你的计而行。哼，我不过是找人报个假讯，让卫子夫与段宏急奔平阳下看母坟，狗皇帝就中计，断定他们有私情。哼，什么英明盖世，什么九五之尊，为了一个情字，照样被嫉妒迷信。又恰巧卫青遇刺而死，皇后失去了靠山，段宏远走，就连平阳公主和那议长者，都一同离开了长安。皇后示弱，之前你说的什么天时地利人和，果然是厉害。当然了，事已时迁，我们的大好时机来了。哼，只是李姬一直服用的天香丸，虽然可以让她体香诱人，但如今天香丸的毒性已经蔓延，我也没有研制出解药来。她如今怀着龙翼，身子却每况愈下，长此以往，轻则颜貌尽毁，重则毒发身亡。若她母子不在了，你就失去了靠山，不可以自由出入皇宫，行你的复仇大计了。所以，我才要你这个无色无味，银针也测不出来的毒药。你要用这毒药毒死谁？皇上、皇后，还是……都不是。我怎会就此便宜了他们？那你要用这毒药毒死谁呀？夫人，你快醒醒啊！夫人，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发生何事？陛下，夫人她怎么叫也叫不醒。快传御医。诺。李琦，李琦，你不是说有话要对朕说吗？女儿，女儿，女儿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来了？何时发现李夫人出事的？她今日见过何人？
发生过何事？陛下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陛下，我的女儿她，女儿啊，义父来迟了，你怎么抛下义父呢？你怎么就不等义父啊？李夫人，为什么就带着孩子走了呢？你醒醒！义父来迟了，对不起你。你急忙叫我进宫来，一定有什么事情告诉我。女儿啊，你快起来告诉义父。这是什么？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皇后是在读谁的书札？是姐姐送来的。她已经与喜娘、易叔叔到达平阳县故居，正准备去王母坟前替卫青祭拜。朕还以为是段宏留给你的书札呢。他走得匆忙，未及道别。我也期待他早日报个平安。启禀皇后，李夫人的安胎汤已经备好了。安胎汤。臣妾近来都有吩咐厨房为李夫人做些安胎汤，现在就送过去，免得凉了不好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李夫人死了。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死了？她是中毒而死的。谁人下毒？朕也想知道。或许要问皇后你。陛下此言何意？最近皇后一直在给李夫人送汤。陛下是怀疑臣妾毒死李夫人，是朕不得不疑。这是她死前留下给她义父的书帛。义父亲贱，女儿惶恐，不可终日。皇后外侮，毁乱宫闱。什么？臣妾一向清白，怎会如他所说，与段大哥有奸情？他这是污蔑、陷害。难道他用自己和腹中龙翼的性命来污蔑陷害？这绢帛和凝香墨都是朕所赐，字迹亦出自他手，所以书帛也不可能是伪造。当初说不敢告诉朕，所以急找袁书商讨。朕也可证他死时，袁书是受急召刚到。他上面说，惧怕臣妾与段大哥的事情因被他发现而杀人灭口，所以他的死，陛下认为是臣妾做的，是吗？陛下相信这是实情吗？朕不知道该相信谁。每次见你，你都是清白无瑕，心明意净。可是陛下还是怀疑臣妾了。朕也不想怀疑，但是朕确实没有证据，以证明李夫人所言为虚，也不能证明你与段宏清白为真。陛下何出此言？最近发生林林总总，都让朕不得不怀疑，你与段宏之间的情谊到底有多深？请陛下明示。你对他的关顾，他对你的守护，都是义无反顾，舍身忘己。那只是兄妹之义啊！
何成镇平之变？结伴离队返乡，并无通知朕。臣妾已说过，那是街道家。而且你们二人同骑一马回来，态度亲昵，是朕亲眼所见。臣妾见弟弟心切，无奈大雨断桥，山路只容一骑，段大哥才出此下策。段宏也是这样说，因为这是事实。可到底是事实，还是串通一气？朕已经分不清了。朕还以为调离段宏可以。陛下是为此才调段大哥去守墓，而不是为了臣妾，为了弟弟。陛下竟然因为臣妾要赶回来见弟弟，而错怪段大哥。子夫是在怨怪朕吗？你第一次与朕争辩，是为段宏丧夫，如今第一次怨怪朕，也是为了他。看来你们果真情谊深厚，那为了对方杀人灭口也不为奇。陛下如此妄下定论，也算是明君吗？这也只是依目前的证据而言。臣妾只希望陛下不要受妒火所逼，查出真相，还臣妾与段大哥清白。朕一定会查。但愿事实真相如皇后所言，你与段宏既无杀人，亦无苟且。